沙特抛出600亿高铁大单，为何除了中国外没有其他国家敢接？中国又是如何完成任务的？中国为沙特修高铁却亏了40亿，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快速出行已经成为了人们的需求。因为都看到了时间的宝贵，都希望能够花最少的时间坐最快的车，从而可以达到最快的效率。所以出行的速度就成了人们的第一诉求。而此时就需要有一种新型的高速通行工具来满足人们的日常出行需求，而这个工具就是高铁。加上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重视起对高铁的建设，而许多国家纷纷选择在国际上进行高铁项目的招标，以此来选择最合适的承建国，达到最好的高铁建设效果。但是有一个国家因着自己国内的地理条件极其的复杂，所以无力自己来修建高铁，就在国际社会上发出高铁项目的招标。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既然许多的国家都因为这项高铁工程的难度较大，都不愿意去接下这个高铁项目，最后却是中国在经过多方的研究与考虑后接下了这个项目。因此这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个要修建高铁的国家就是土豪沙特。在早前，位于中东地区的沙特抛出价值600亿的高铁大单。本来沙特就是中东的石油大国，而且是相当的土豪，此次为了修建高铁更是抛出了600亿的高铁订单。其实乍一看，这个高铁订单的金额还是十分的诱人的，但是很多国家在看到了这条高铁的修建难度后，就开始望而却步了，纷纷都是表示这坚决不可能做到，就都选择了放弃这个大单。那么沙特的这个天价的高铁订单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为啥会让这么多的国家都感到望而却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沙特的这个高铁项目。沙特要修建的这条高铁名为哈拉曼高铁，是为了连接麦加和麦地那两地。这条哈拉曼高铁全长450.25公里，为沙特政府投资的双线电气化客运专线，设计时速320公里每小时，项目总耗资600亿，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交通项目之一。所以沙特也是十分的看重这个高铁项目，因为一旦这条高铁修好，那将会使得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行车时间从5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大大的节省了出行时间和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会对两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不过这个项目却并不好办，难度就在于是要在沙漠中修建高铁，而沙特要修建的这条高铁就是要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修建，而在沙漠中修建高铁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也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因此就使得这条高铁的难度大大的增加，也就使得想要竞标的国家都纷纷选择放弃这个高铁项目。但最终中国的中铁18局接下了这个项目。在接下项目后，中国团队很快意识到哈拉曼高铁有多难建。据悉，中国要修建的这条哈拉曼高铁位于干旱荒漠区，高铁线路途经塞拉特低山丘陵、红海海滨平原区、塞拉特山间平原区等地形地貌，而且这个区域内干旱少雨，气温经常能达到55摄氏度之高，是世界上最热的地区。并且加上这里极度炎热干旱，就导致植被稀少，并且这条哈拉曼高铁沿线的地表起伏较大，且多为松散的厚沙层，寸草不生，有许多的流动沙丘，而这些流动的沙丘被风一吹就会覆盖线路，从而影响列车的运行。还有时不时袭来的沙尘暴，还会造成电气设备、通信信号设施的磨损和侵蚀，也会缩短整个轨道系统的使用寿命。所以要在沙漠中修建高铁，就会在这些问题上面临重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基建的团队是出了名的不怕困难，反而是越有困难就越有前进的动力。而中国要修建的这条沙漠高铁，首先就是要了解当地沙漠的特点，通过实地考察，从而找出最佳的建设方案。中国创造性的将中国西北地区治沙的技术带进了沙特哈拉曼高铁的修建中，解决了在沙漠中关于路基松软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建设团队还利用震冲器来破坏沙土的内部结构，最终实现将沙土挤压密实的效果。
此外，还使用坚硬的鹅卵石来做防护基，在铁路的两侧修挖拦沙沟和宽阔的积沙平台，从而解决了沙漠中不时发生的风沙对高铁道路侵蚀的问题。另外，针对于危险的沙丘，采用沥青碎石等对其进行固定，进行植树护沙等。中国高铁基建团队不断地解决各种在沙漠中修建高铁遇到的问题，并且本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原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于将沙特的哈拉曼高铁修建成功。但在完成建设后，这座高铁却在中国国内遭到广泛批评，甚至被人称为对外工程的反面教材。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并不是高铁本身有质量问题，而是在中国团队克服巨大困难完成项目建造后，却发现项目严重超支，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还亏了40亿。有人说，当时中国高铁虽然在国内风生水起，但在外面经验不足，导致成本估算不到位。也有人说，中国高铁需要对外打响名声，可能是抱着赔本赚吆喝的想法。那么真相又是如何呢？实际上，就哈拉曼高铁本身而言，无疑是成功的。据悉，沙特要建设这条沙漠中的高铁，是为了方便信徒去圣城朝觐，满足朝圣圣徒的交通出行需要。而在沙特有2座伊斯兰教圣城，一座叫麦加，另一座叫麦地那。但是这2座圣城都是位于沙漠的腹地，交通极其的不方便，仅靠一条狭窄的道路来通行。再加上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万穆斯林都要来到麦加朝觐和赴朝，而随着朝觐者的大量涌入，就加剧了交通的拥挤，给穆斯林的出行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沙特为了缓解2座圣城当地的交通，就选择要修建这条沙漠中的高铁，来缓解交通的压力，方便人们的出行。现如今，沙特的哈拉曼高铁已经成功运行超过2年，而且运行效果超出预期，列车准点率超过93%，客座率达82%。哈拉曼高铁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哈拉曼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将进一步带动沙特的经济发展。对沙特来说，中国可是帮了他们大忙。而且很多国家也看到一些无人敢接的订单，中国却敢，说明中国基建水平的确很高。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种广告效应。目前很多中东国家也找中国承包基建工程，中国也获得了更多的对外订单。而且中东地区关乎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从长远眼光来看，一个繁荣的中东对于中国有很大的益处。如今，包括高铁在内的中国基建已经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中国也因此得名基建狂魔，这些无疑都具有正面作用。因此，中国愿意亏损40亿来帮助沙特修建沙漠高铁，并不单单是赔本赚吆喝，